据说这里面用了7万多片的龙泉青瓷啊，形成了一种天青色等烟雨的宋代美学意境。国家版本馆的馆猫在此威武不威武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建筑师魏洪涛，让我来说你能听得懂的设计。今天带大家参观一个具有宋代神韵的当代藏书阁——杭州国家版本馆。这个建筑呢是由第1位获得普利茨克奖的中国建筑师王树操刀设计的。这个是它的南入口啊，屋顶呢有非常优雅的曲线，宋瓷影响的一个外立面啊，这外立面是全部可以打开的，会形成一种非常欢迎的姿态。这个瓷摸上去太舒服了，肌理又非常的细腻啊，每片跟每片都是不一样的，而且它都是预制好的，就算将来不用的话，也可以把它拆下来，非常环保。体验一下这个双廊。空间的形态上呢，特别像江南的园林，整个双廊的坡呢做得很舒缓啊，也有这种游园的趣味。但是它的尺度感呢又相对大一点啊，会相对舒服一些。这个是用竹木来进行支模的竹纹混凝土板，应该是在其他地方预制好。你看，这里有个缝。每一个墙上的开洞呢都不一样，有中国传统江南园林的门和窗棱的感觉，也有一点点像意大利的建筑师斯卡帕的语言，处处充满了框景，让你惊喜连连。这里还有个好处啊，它是在一个矿坑里啊，所以周围呢都是小山包，你是看不到传统的高楼大厦，更有中式传统建筑的意境。这里应该是整个园子最佳的一个观景点啊。第一个10米通高的夯土外立面，第二个呢是中央斗拱式的钢木结构，它既有承重作用，也有漂亮的装饰作用，让我想起了我家乡的一个著名建筑飞云楼。第3个呢，则是纯手工烧制的龙泉青瓷的平扇门，跟我们设计的常州天安会的平扇门呢很像啊。我们那个用的是木头啊，它这个呢更加的高级，英雄所见略同啊。这个角度啊，透过光影啊，夯土产生了一种温润油亮的质感。这个黑色的边框一压，夯土啊、清水混凝土啊、木色啊都完美的协调在一块了。这儿写了个请勿触摸啊，我一般看到这个的时候，来咱们摸一下。国家版本馆的馆猫在此威武不威武呢？来，我们看一下它的总图啊，南池北馆，坐山面水，坐北朝南，跟中国传统的规划的布局和逻辑啊是完全一致的。整个项目呢，用地规模大概是在150多亩，总建筑面积有10万平米。这里边的土建的材料和室内的饰面啊，都是一次性完成的。土建完了以后，室内也就做完了。这是一个建筑师做室内的手法。下面是清水混凝土啊，上面是夯土，也是呼应了良渚在地的一些建筑材料。这个木纹饰面的清水混凝土啊，还挺有自然的感觉的。现浇的混凝土梁啊，把消防喷淋、设备槽全都集成进去了，所以室内才这么干净啊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光，进来的时候看不到光，但是往背后一转，还是有点刺眼。我觉得这个灯光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。为了这个逃生的标识啊，在浇筑的时候就特意的退了一个框，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做平，而且它的边距收边都是完全一致的。这里是一个完全无障碍的展览馆，这是盲人的一个铺地啊，这样的话呢，你就能感知到这个无障碍电梯。这个小细节太有心了，电梯厅的饰面，金属的席纹肌理，为了照亮它，在上面做了一个金属的条，然后有光往上打，慢反射啊，全都是见光不见灯。它这里边的家具啊，都是有宋代美学的影响啊，都是比较极简有力量。室内果然有藏书阁的意境啊，层高非常高啊，阵列的书柜，钢木结构的天花。这个连廊啊，应该是通过这个钢索吊在屋顶上面的，结构非常轻盈，所以下面呢就没有柱子了。2层的一个廊桥系统也是不遗景意啊。据说他们在规划建设的时候啊，为了保护原有的矿坑的山体和树木，有很多的底层架空啊，充满了江南园林的设计哲学，曲径通幽啊，也是一种尊重自然的精神。今天看下来太感慨了啊，这个建筑呢让人流连忘返啊，我可以说它秒杀了隔壁的良渚博物院，不得不佩服啊王叔大师在转译啊中国建筑文化魅力这块的能力啊。今天呢这个项目看下来，我给它打9.5分，小伙伴你们怎么看呢？我是建筑师魏洪涛，关注我，下期见，拜拜。